野花儿开得妖娆。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？问天无语，月儿笑，花园相望人寂寥。痴情人得不到，也忘不掉。寒雨过，夜未央，天出现一丝光亮。牧笛笑深情，山河岁月催人老。一腔深情无以报。这一世风雪路途遥，相濡以沫是骄傲。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。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，来世再相约，庭前花朵记得我。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。醒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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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爹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云阳的一个小宅子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因为你智勇双全的爹，我被吴卫双绑起来后，看你晕倒被抬走，我就跑回东院去救你。我亲耳听到了，要将盛产这陈塘。陈塘？什么？真的？当我听到你要背陈塘，你爹我呀，当机立断跑到沈家报信。圣爷，圣爷，哎呀，圣爷呀，圣爷，哎呦，快救救周莹，快救救周莹啊！陈塘。人家沈清仪呀，真仗义，把能当的都当了，凑钱租了这么个小宅子，还派玲珑姑娘过来伺候你。少爷，他呢？在里面，已经醒了。
唉，你说你死都不要我救，可是到最后呢，救你的人还是我。你说你死都不回沈家了，可是到最后呢，你还得给我乖乖的回沈家。你还要我跟你回沈家？那不然你现在能去哪儿呢？不过我都想好了，等你身子好一点以后啊，我就给你换个名字，跟外人呢就说你是我新买来的丫头。再过一阵子，我就去跟我娘说，让你以后都跟着我。你还要我跟你？吴聘那一段啊，只要我不在乎，我娘应该不能说什么。你不在乎，可是我在乎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想跟你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的命是我救的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来吧，你不是一直想要我吗？我给你。周莹，你以为我救你是因为那个是吧？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无以回报，唯有这身子。姓周的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！如果我想要女人的身子，我想要多少有多少，我才不稀罕你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心甘情愿的跟着我。不可能。你既然可以心甘情愿的跟着吴聘，为什么不可以跟着我？我哪点不如他？你哪儿都不如他。他是个死人。他没死，他在我心里永远活着。滚！要谁你马上给我滚！少爷。人家刚刚救了你一命，我还他一命就是了。就算你不愿意跟他，也用不着把他气成这样。你不是擅长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每次见着他都这样。或许我和他天生就犯冲了。谁？人呢？二少爷，还追吗？不用了。
兵部传出消息，说最近一批军需膏药和以前比，药效差了很多。我查了一下，以前的膏药都是由吴家东院供应，最近一批换了沈家，兵部怀疑这批膏药掺了假。吴家东院的案子刚刚尘埃落定，沈家再大的案，也不至于在这个档口上重蹈覆辙。老师前日吩咐之事，学生已经查明，沈氏药材行的确有偷工减料之事实。这里只有药材，没什么可偷的呀。殿堂里倒是有些货款，或许是冲那些银子来的。银子丢了吗？没有。也许就是一个贼而已。赶紧开工吧，要是误了交货，才是大事。是。爹，我觉得这个人不是贼。何以见得？他身手极其了得，我根本不是他对手。肩上的伤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你也熬了一宿了，回家歇息吧。给。谢谢。也不知道你哪里好了，这二少爷就是对你念念不忘。你昏迷那2天，你不知道二少爷有多着急。怕吴家的人知道你还活着，大夫都是花了大价钱从山西请过来的。还有这东阿阿胶，听那大夫说，当年太后患有血症，胎儿差点就保不住了，就是当时的东阿县的户部侍郎建议先帝给太后喝这个，才顺利产下同治帝的。这可是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东西。你嫁过人，还怀过孩子，二少爷一点都不嫌弃你，还打算收你做姨奶奶。不务斋里的丫头，哪个不羡慕啊？你居然还一口拒绝了，真不知道你怎么想。我不喜欢他。为什么？二少爷那么好的一个人，他好吗？师傅，您这是在给军需订单的膏药配料？是的。这膏药是止血化瘀，专治刀剑损伤的。是的。这是配药的方子。是的。户部的军需订单文书在哪儿？啊，二少爷，在这儿呢。这儿。
为什么这文书上的膏药配方有血结，但我们的膏药配方当中没有这一样？你知道吴家怎么出的事儿吧？那你还这么做，你是不是想害得我们沈家也家破人亡？是老爷让我去掉的。我爹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爹。这个时候你不在药材行帮忙，你跑回来做什么呀？你爹，军需药膏当中的血结，是不是你让韩掌柜给去掉的？你知道了？你明知道那膏药里面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血结，你把它去掉了，那止血疗伤的效果不就没了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那么做？这是杜老板要求的。他要求的。血结太贵了，如果实打实的做，我们根本没有利润，所以我们商量了很久，就决定把血结去掉。那我们这金疮药不就成了一张废纸了吗？朝廷和法国已经和谈，以后不用再打仗了。这治疗刀伤、枪伤的膏药送到了军队里面，也等于一张废纸。那过2年再打仗呢？2年之后，再有奇效的膏药，也是一张废纸。爹，像这样子的货，我们就根本不能交出去。交货的事情由杜老板负责，我们不用操心。他有那么大本事啊？这事儿不用你管。但爹，你别忘了，吴家东院是怎么出事的？吴家东院和我们沈家能相提并论吗？那吴伟文还有大人物撑腰呢，但是一出事，不还是家破人亡吗？沈心怡，我让你去药材行是干嘛的？打杂的。那你好好回去打杂吧。爹。杜老板，这万万不可呀！大不了这生意，我们沈家就不挣钱了。你们沈家可以不挣钱，但是贝勒也不能不挣钱。沈老板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贝勒爷当初为了这张订单下了多少功夫？你难道想要贝勒爷赔本帮你赚吆喝？可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我就成了第2个吴卫文了。沈老板，还有我在呢。当初我既然能够把真的说成假的，现在我也有本事把假的说成真的。把真的说成假的？难道当初东院……你听我说，当初贝勒爷可是下了血本替你儿子报仇的。如果你继续不思报效，那你就是第2个吴卫文。哎，你不能进，出去，出去！杜老板，哎呦，信义兄，你来的正好，来，我新得了一个紫檀鸟笼，你帮我看看，不错吧？哎呦，真挺好的。哎呀，但是我今天来呢，是为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儿。哦，还请杜老板您把那血结加到金疮药里去。你怎么管起这些小事儿来了？这不是小事，是大事，可能会酿成天大的祸事。你爹没告诉你，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？他说了，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吗？那为了这点小钱，要是砸了我们沈家的招牌，太亏了。哎呀，有我在，你们沈家的金字招牌谁都砸不了。
砸不了也不能这么干。只有下三滥，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。你看啊，我这些鸟都是刚出壳的，所以说，我如果不喂它们，它们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说我喂什么，它们就得吃什么，就更别想挑肥拣瘦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有，去年啊，我养了一只鹰，哎呦，那真的是只好鹰啊。可是它到处乱飞，不听话，最后怎么着？没办法，我只能把它给……哎，杜老板，啊，对不住了。我什么都爱玩，就是不爱玩鸟笼。这沈家二少爷很桀骜不驯的。桀骜不驯的东西，一般就只有2个下场：要么驯，要么亡。玲珑，有没有人家了？看上谁没有？四叔帮你说去。我们当丫头的，这种事儿哪能自己做主啊？爹，啊，你上街帮我买点东西。买什么？白纸、白布，还有红衣泥。你买这些做什么呀？别管了，帮我买来就行。哦。玲珑，哎，我要走了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吴家东院。你还要回去啊？你疯了？我没疯。你回吴家东院干嘛呀？回去找死？还想让他们把你捆起来，再沉塘一次？这次绝不会。周莹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跟吴家纠缠了，好吧？沉塘之前我就说过，就算变成鬼，我也要回去。现在是时候。可你还跟我说过，等吴聘的100日祭一过，我们一起去草原啊。在我和吴家的恩怨没了结之前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周莹，你要是敢回吴家东院，我把你卖给沈星移。你敢？走着瞧。怎么了？发这么大脾气啊？他干嘛呢？在那儿，少在那儿呢。哎，哎，星爷，哎呦，我说星爷，哎，星爷，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生这么大气啊？你们谁又惹你们家少爷生气了？哎，我说，星爷，谁又惹着你了？没什么。你找我有事儿？是啊。你还记得吗？咱们以前立过的那个卖身契，300两银子，我把周莹卖给你。记得。后来你不是给了我一个冒牌货吗？现在我决定要把真货卖给你，你再花300两银子，
把周莹买回沈家。什么？哎，要不看在咱们兄弟的情分上，再便宜点，200两。四叔，你那个女儿啊，倒贴我都不要。哎，你不是发过誓，这辈子一定要把她收了吗？我改主意了。为什么呀？每次见到她都气个半死。为了我能多活几年，我圆着她脸儿。你要不把她收了，她就得死啊！什么意思？她非要回吴家东院，我宁可让她跟着你回沈家，至少是条活路吧。哎，二星爷，听四叔说，你要回吴家东院。是。吴家东院已经没了。吴家东院还在。吴聘死了，吴伟文死了，周莹也死了，吴家东院的人都死了。谁说周莹死了？我还活着呢。是你还活着，你是被他们撵出来的，你早就不是吴家东院的人了。吴伟文和吴聘死后，吴家东院就是我当家，没人可以把我撵走，除非我自己想走。我不知道你要回去干嘛。我要去找回我的清白，夺回属于东院的股份。如果你命都没有了，你要清白有何用啊？要那些股份又有何用啊？如果被人欺负不能还手，被人冤枉不能洗清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用？但是你别忘了，吴家其他几院的人根本就容不下你。你要就这么贸然回去，他们一定把你往死里弄。哼！这一次谁死谁活，还难说呢。但万一呢？周莹，你的命是我救回来的，所以你的事我说了算。你可以不跟着我回沈家，但是我也不会让你回吴家。我已经决定了。你不准走。沈心怡，你关不住我的。当年我既然能跑，那这一次，我一样能跑。你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？我都是在为你好。没事儿，大不了就是一死。你死都不怕？我怕，但我更怕窝窝囊囊的活着。好，我放你走。谢谢你。这是你第一次对我说谢谢，也是你逃跑以后第一次心平气和跟我说的一句话。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不务斋的日子，每天有说有笑的，那多开心啊！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。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，我一直带你不跑，你每次见到我不是打就是骂。那吴家东院军需作假，害死我大哥，坏事做尽。吴家东院从来没有造假。他们不是用松香代替血结吗？我曾经提议用便宜的杜鹃花叶子代替血结，都被吴伟文臭骂一顿。他怎么还会用毫无止血效果的松香代替血结？你说什么？杜鹃花叶子可以代替血结？你要再说吴家东院造假的话，那我永远都不会和你心平气和。
你要的东西全在这儿。想好了？是。真不要我帮忙？我一个人没问题。我让你帮我拦着他，你倒好，还支持他。你这个女儿，她决定做的事儿，有人拦得住吗？倒也是。我这个女儿啊，虽然她让我恨得牙痒痒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她能活着回来。大嫂，既然大哥根本就没把施一堂的大印传给那周莹，咱们还是遵守大哥写下的契约。这是1000两白银，请大嫂在这个契约上盖上施一堂的大印。周莹说了，这契约是权宜之计。他的话你也信啊？那3元典当行，当初老爷投进来14000两，你现在只给1000两，怎么都说不过去啊！大嫂，可这价不是我定的，是大哥定的。这样，大嫂，我再给您加1000两。那3元典当行去年1年的红利，也不止2000两啊。那这样，在2000两之外，每年我再给您2000两的分红，这样行了吧？老三，这个股份我真的不想卖了，你就跟从前一样，每季给我们东院分红好吗？既然你不想卖了，那我也不管了。反正我也只是一个占股只有2成的小股东，费不着我操心啊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那3元典当行从掌柜、朝奉到小工都是我请的，啊，我不干了，他们也不会接着干。大嫂，您趁早另请高明。告辞。张妈，昨天晚上听到什么了吗？听到了，我正要跟你说呢。哎呦，这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睡着。哎呦，怎么办呀？去别人看看，去别人看看。行。春夏。晚上你们都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。你们觉得那声音像谁？是少奶奶。不会吧？少奶奶一进东院，我就跟她在一起，那声音我最熟悉了，就是她。真的？你们别怕，你们又没害少奶奶，就算少奶奶索命。不会害你们的。你们在那嘀咕什么呢？宝来，宝管家，昨天晚上你没听见？
听见什么？我们听到了。人们都说呀，人死了之后，如果有冤情，就会阴魂不散。难道？说什么？少奶奶回来了。春雪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啊！你是不是长嘴还没长够啊？还有你啊，张妈，一把年纪了啊，也跟着糊涂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件事情以后谁也不准再提。我要是再听见，立刻掌嘴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不是你们还愣着干嘛呢？啊，看活去啊！大妈，我爹那天对您是确实不太恭敬，但是他现在已经后悔了。今天出门的时候还叮嘱我呢，一定要替他给您赔个罪。他还说呢，等您气儿消了，他亲自上门，任你责罚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一点口角过了就过了，没什么罚不罚的。可不是嘛！你看我们家吴玉，对你这个大妈呀，比对我这个亲娘还亲。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嘛。吴玉倒真的是很懂事。大妈，如果您不嫌弃我，您就认了我这个儿子吧。啊，我倒是求之不得。有个人陪我说说笑笑，日子过得快一点。真的？那就这么定了。大嫂，我们挑个好日子，在神堂正式认下吴玉。好，好，太好了。大嫂，我们家老爷啊，是想把3元典当行交给吴玉管，你就把那70%的股份转给吴玉吧，反正吴玉已经是你的儿子了，转给他也不是转给别人呐。娘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以后啊，每一季的红利，我保证亲自交到您手上来，只会多不会少。难道你还怕你儿子坑你啊？那就认子的时候一并办吧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慢点，慢点。福来，你相信有鬼吗？我相信有鬼啊，但是我又没做亏心事，我不怕。哎，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没有。你仔细听听，是风的声音吧？风啊！我可能听错了。走，继续。等等！啊，怎么了？我好像听到一个女的在哭。你听啊，这声音这么熟悉，你说会不会？别说了！少奶奶，我没有看见，少奶奶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少奶奶，我没有看见，少奶奶。我
今生犹如线，几番缠缠绵绵至成眠。我问思念应从哪边采？一轮明月升起来，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。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恍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痕都在心扉。独自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，恍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岁月有痕都在心扉。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天空云舒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